我答应和迪伦交往了。What？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的事儿。没道理呀！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忽然接受他？因为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今后不跟王希逸联系了，把王希逸还给我妹妹？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和王希逸再这样纠缠下去了。我想给他一个死心的理由。幸好迪伦愿意帮我。所以说，你们俩不是真的在谈恋爱？不是。陈嘉欣，不是我说你，我刚听你嫁给霸道总裁开心，你就跟我说你们俩纯属演戏，没有感情。OK， 那我就撮合一个迪伦吧。你们俩瞒着我去了匈牙利。思琪，还没完呢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就让你看清内心，跟王希逸复合，又莫名其妙来了个什么 W 先生。峰回路转，终于跟迪伦在一起了。你跟我讲，你们俩只是在演戏，真的姑奶奶，我都凌乱了。你给我句准话行吗？行吗？真的，你要是选迪伦，我也很支持你的。我求你别支持了，我们真的不可能。陈嘉欣，你就是挑花眼了你呀！迪伦那种条件，经济上有车有房，性格呢自由奔放，又没有公公婆婆的约束，对你更是好的没话说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动呢？他是真的很好，跟他相处轻松自在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就是走不到一起去啊。你呀，就是看上去软软糯糯的，心里想法特别多。作为闺蜜，我也劝不动你啊。难道你准备一直这样单身下去了吗？一个人有什么不好的？没人管我，没人烦我，我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想逛街逛街，想出差出差，我自己赚的钱都能存下，还能孝敬我妈妈。比原来那个结了婚却没有自由的陈嘉欣，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呢。我去看看门啊。子珊表姐，子琪，嘉欣呢？姐，嘉欣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还是你干了什么犯法的事儿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律师函都寄到家里了，你看看。我怕你妈看了着急，都没敢告诉她，赶紧就拿回来给你看看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王希把我告了。这个王希逸，就算是我的赞助方也不能这么欺负你吧？别怕，有我呢。请坐。今天要求双方当事人见面，希望双方当事人坐下来之后好好沟通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当然，沈律师，我方当事人在3年前已经签署离婚协议，事后易总告诉林西施女士，她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双方都是自愿离婚的，对吧，易总？那既然已经离婚了，还打什么离婚官司呢？思琪，你是第一天上班吗？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任何事情要讲究物证？你告诉我，他们双方的离婚证呢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离婚证拿出来。我去匈牙利了，当时就没领证。按照婚姻法规定，协议离婚属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解除的离婚方式。既然双方达成共识，签署离婚协议，那么现在该做的是完成离婚手续。再说了，双方当事人分居已经超过2年，就算打官司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就是啊，现在在追究3年前的事，没有任何意义。趁大家有时间，我看不如去民政局，把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结束掉。我不同意。从我进王家的第1个晚上开始，你就让我签了离婚协议，你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意了。你我都很清楚咱们结婚的原因跟目的。我的未来世界中没有你。这句话虽然很难听，但是都是将来咱们要面对的。再说，我们是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下结的婚，去民政局领证也是为了给小新米上户口。自从小新米没了，我们分居也已经超过2年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我方当事人有物证可以证明，你方当事人对我方当事人是有感情的。这个许愿牌上显示出你方当事人想与我方当事人共组家庭的决心。这个许愿盒里的字条显示出你方当事人对我方当事人的关心和在意。至于这个娃娃，他睡在我旁边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好幸福啊。
根据婚姻法，离婚的根据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。以上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感情根本就没有破裂。沈律师，您不要忘了，以上所有证据都是3年前的事。后来我方当事人还不是留下了离婚协议书？根据婚姻登记条例，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必须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。既然没有这个手续，那么这个离婚协议书就没有办法生效。既然我方当事人不认可这份离婚协议书，就得重启协商。气死我了！这些人一看就是早有准备，居然把那些东西拿来做物证。你等我晚上想一想，再给他们拼一拼啊！我先上个厕所，你等我。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下午碰个面吧。好啊，时间地点你发给我。我看你现在的状态，完全不像热恋中的状态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这几天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已经动摇了。说吧，为什么躲着我？谁躲着你了？在匈牙利朝夕相处3年，你都没有爱上迪伦。哦，回来这几天跟他在一起了。我们已经分开3年了，你也签了字了，为什么突然不同意离婚？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你离婚。那为什么要签字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见不到你了，也没办法当面给你解释，签字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。那为什么又和安娜在一起？我纠正一下，我们俩没有在一起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你什么都是对的。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反省自己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怎么了，嘉欣？没事，我们走。你还没看出来这是我妹妹的把戏吗？看来你跟你妹妹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。你离婚的事情进展还顺利吗？这给你。明年在多伦多有一个新锐设计师艺术展，是你打开国际知名度的好机会。你现在作品太少，趁现在化悲愤为力量，创作一些新作品给我。可是，距离收件日期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所以啊，你得抓紧。或许你可以发展一些纪念品的系列作品。你提醒的对，我确实应该抓紧时间准备新的作品了。啊，对了，隔壁的酒店正在准备艺术展览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正好我也想找一些创作的灵感。我下午还有事，我得先回公司一趟，要不下次？好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学着说谎，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受伤。习惯平凡，习惯被忽略的模样，不知道你已经体谅。一段阳光，童话一样，爱的天使终于来到身旁。多么短暂，有多么幸福的天堂，不属于我就该遗忘。
被爱的向往，委屈的收场，靠在你的肩膀，幸福过的奖项，就让它陪我。你之前问过我跟你前夫的感情问题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一直缠着我，其实我心里有点烦。我纠缠你，我还不是为了把你给追回来。或许他是对你旧情难忘吧。不，感情再美好也只能是过去，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结局。互不打扰。陈嘉欣，你怎么总被情绪左右啊？只是这整件事让我对我经纪人很抱歉。哦，你为什么要对迪伦抱歉啊？因为我假装和他在一起，让我前夫以为我已经谈恋爱了。我就说吧，我就看着觉得不对劲儿。如果不喜欢他，就别耽误人家了。听你话里的意思，我觉得你还惦记着你前夫。你前夫应该十分确定，想跟你。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偏袒我自己了？那不行。嘉欣是对迪伦没感觉，那不代表迪伦对嘉欣没感觉。万一哪天嘉欣想接受新感情，接受迪伦怎么办？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不太好？我们见一面吧。这一次我一定会赴约，有些话当面说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一直挺想跟你见一面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明天我会带上琉璃剧，希望我们都会有重新认识彼此的勇气。早啊，亲爱的。等等，昨天不是还说要保持距离，今天一大早又是吹头发又是化妆的，我看你魂儿都被 W 先生给勾走了吧？他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。那我呢？闺蜜是任何人都不能比的。你嘴越来越甜了，陈嘉欣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不管是 W 先生，还是迪伦，还是王希逸，只要你做个选择，我这当闺蜜的100%支持你。只要你不要被过去绑住，变回那个从前都不确定的陈嘉欣。谢谢你自己。走了，去吧。记得吃早餐。等我回来，拜拜，拜拜。
3年来，我好像一直进不了你的心，所以我才想变成 W。嘉欣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，但是我无能为力。我真的很在意你，从看见你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忘不掉你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出现在王希逸之前。不，你就是 W 先生，在这之前都不算，你就是新的开始。W 先生，是上天对我最好的安排。为什么突然让我替你？感情上，你可不是一个大方的人。因为 W 先生绝对不能失望。为什么 ？W 先生对嘉欣来讲非常重要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嘉欣走出伤痛的人。我本来想用 W 先生的名义帮嘉欣打开心结，再告诉他我就是 W 先生。其实他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。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因为我到今天才发现，嘉欣痛苦的根源就是王希逸。W 是谁都行，就不能是我王希逸。如果嘉欣知道我就是 W 先生的话，他对 W 先生的所有幻想都会破灭，他就又会失去一个可以说心里话、可以倾诉的人。他想重新出发。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纠结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嘉欣一直不肯原谅我，所以我制造了很多巧遇，包括去我丈母娘的面谈帮忙，死皮赖脸的缠着她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原谅我，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，我没有站在嘉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摆脱过去，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才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我现在一直提醒他，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我会尽快办理离婚手续，让你跟嘉欣之间没有障碍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真的很爱嘉欣。一切都晚了，答应我，要好好照顾嘉欣。